为什么说三星堆遗址再挖下去，人类文明都要改写了？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三星堆的震撼新发现。1929年，在四川的月亮湾，一个农民在他家附近的水沟底部发现了鳖、龟、丛、章等玉石礼器。纵然是见识不多的农民，也意识到这是好东西，于是把它们挖出来洗干净，拿到古玩市场售卖。后来，其中一部分玉石器被英国传教士董笃仪买了下来，转交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进行专家鉴定。葛维汉看到后非常震惊，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式的礼器，和中国传统的夏商周朝代的礼器样式都不一样。他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个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于是在1934年春，他和助手林明君等人组成考古队，来到发现这批礼器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后来的人们把这里命名为三星堆。这是三星堆在沉寂了数千年后首次被发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一群大学生为寻找考古实习地点，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正是这次发掘，发现了震惊世界的1号、2号坑。这两个坑的表层都覆盖着象牙，象牙的下面是青铜器、玉器和海贝。因为这些器物基本是一堆堆的埋在坑里，以坑为单位出土，且存在故意毁坏的现象，所以是垃圾堆。所以专家推断这些坑是祭祀坑。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共发现了8个祭祀坑，出土文物 1.5 万多件，各类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等，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除了文物，遗址上还发掘出巨大的城墙，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全部由人工筑起，城内面积达 2.6 平方公里。巨大的城墙，丰富的青铜祭祀器物，大致勾勒出一个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古代王国的模样——古蜀国。然而就在1986年，对于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却突然暂停了。此时人们挖出来的东西只是三星堆文明的冰山一角，怎么突然暂停了呢？很多人说因为挖出的东西太恐怖，那么三星堆的恐怖在哪里呢？在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中，记述了一种神奇树木，名为剑木。传说剑木高大通天百仞，没有枝条，树干是紫色的，有9个弯曲的分支，树叶为青色，花为黑色，结的果子为黄色，立在地上却没有影子，生长于弱水边，由黄帝所栽。在古巴比伦的传说中，人们想建造一座通天巨塔，名为巴别塔，这样地上的人就可以通过巴别塔走向天上的神国。而剑木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巴别塔。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人界和神界是可以相通的，天上的神经常通过剑木下凡，与人类共处。这个剑木就长在天地的中央，周围是茫茫的旷野，任何时候一抬头你都能看见它，可以想象一下《艾尔登法环》里面黄金树的样子。而在三星堆出土了8棵青铜神树，其中最出名的是1号神树，树高将近4米，分3层，总共9个枝条向下弯曲，每个枝条上都结着果实，每颗果实上都站着一只小鸟，还有一条龙盘附在树干上，龙首朝下，龙身上是刀状的羽翅。博物馆把这棵树称为青铜神树，专家们认为树的样子以及发现树的地理位置都很符合《山海经》中记载的剑木。那么在传说中，神树剑木后来去哪了呢？在上古黄帝的时代，地上一些人能够与神交流，他们被称为巫，有一定的神通，甚至能够依靠神的力量呼风唤雨。不过修为境界不同的巫，所能沟通的神或天人的境界高低也各不相同。那时东方的九黎部落有一个叛逆的首领，名叫蚩尤，就是现在戏言骑着熊猫打仗那位。九黎部落对神没有了敬畏之心，把人和神摆在了同等的地位。再加上他们的首领蚩尤暴力无道，受到皇帝的讨伐，蚩尤就利用巫术请来风伯雨师等低层神仙为他助战。史记开篇就记载了皇帝与蚩尤的大战，最终蚩尤兵败被杀，皇帝一统中原。然而九黎的流毒却并未消亡。
在史书《国语》中记载了楚昭王和楚国大巫师关射父的一段对话。关射父说，在皇帝的儿子少昊统治时期，九黎族败乱道德，人神不分，让天地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准则，致使人间五谷不生，灾祸不断。后来即位的颛顼帝看到了这种乱象，为了恢复人间秩序，就命令木正仲主管天，火正离主管地。这里的仲和离都是人名，颛顼命令他们把人和神分开，各居其位，重归天地间原本的秩序。于是他们砍断神树建木，断绝了人类时空与高维度时空的连接，结束了人神同在的时代。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绝地天通事件。在神话传说中，仲和离是兄弟俩，都是巨人。仲往上顶天，离往下压地，天和地越来越远，人们再也不能在天地之间自由来去。建木也从此消失在了传说和记载中。之前说建木是华夏民族的巴别塔，无独有偶，苏美尔人的巴别塔最终也没有建成，也不知是巧合还是这两个文明所记录的故事就是同一件事。不过这样的巧合可不止一个，我们接着往下说。三星堆更惊悚的发现还在后面。在2021年重启三星堆考古之后，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些绝不可能属于1000年前的古文明的东西。2022年6月，三星堆7号坑内，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一件奇特的龟背形网格状器物，里面完好的存放一件椭圆玉器，玉石上有一块丝绸和黄金碎片。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当时人们祭祀占卜用的器具。由于里面藏着一块宝玉，因此人们将之命名为月光宝盒。月光宝盒是目前7号坑中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当之无愧的镇坑之宝。不过看这东西的形状，难怪被网友戏称为古蜀国的烧烤架。奇特的外形并不是月光宝盒的杀手锏，它高超的工艺技术才是重点，也是令无数考古队员振奋又害怕的东西。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队长李海超博士，在用 X 光扫描宝盒之后发现，这件青铜器在制作过程中竟然使用了焊接技术，而且和现代的焊接技术相比，宝盒的焊接工艺甚至更加精致，不留痕迹。要知道，我们现代的焊接技术是在19世纪的西方诞生的，5000年前的古蜀人竟然已经掌握了远超当代的焊接技术。研究还发现，出土的青铜器并不是只有铜，还有磷。这并不是最令人惊奇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古蜀人在制作青铜器时会精准地计算铜与磷的比例，其中磷的成分占比为8%至10%左右。精确的铜磷比会大大增加铜汁的流动速度，使得它们能够填充到细小精致的模具里，让最终做出的青铜器纹理更加精致细腻。青铜器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代表粗犷凝厉的史前文明，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器，比如鸟爪或小人像的手足，都有着简直不属于史前文明的精致度。我们无从得知1000年前的古蜀人是怎么得知磷元素的妙用的，更不知道他们如何提取磷元素并加入到青铜器中。要知道，在我们熟悉的近现代西方科学史中，磷元素是在16世纪才被人发现的。除了焊接和合金，三星堆遗址中还出现了其他的高科技，比如在没有液压机的时代，古蜀人就已经能够将2根铜管扭出匀称的麻花样式。在制作高达4米的青铜树时，为了保证青铜树结构的稳定性，他们竟然在原材料中加了钙。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钙元素并做到精炼提取的。而在2021年，三星堆再次出土多件黄金文物，包括著名大黄金面具，其厚度在 0.2 至 0.4 毫米，大眼、隆鼻、宽嘴、长耳，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一致。专家认为，这种工艺在现代都无法手工制作，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今天虽然有一位网红手工复刻了这件面具，但他也自述，如果不是借用现代设备融化黄金，他也无法打出这件面具。另外，古蜀不产黄金，没有金矿，那么黄金原料或黄金产品肯定是从其他地方运输来的。那是否意味着，难道在遥远的4000年前，人类已经有了跨地区的产业链和发达的运输业？而在当时，拥有发达冶金技术的地方是埃及，与四川盆地隔着大半个欧亚大陆，
放今天坐飞机都得飞好几个小时，古人究竟是怎么交流、怎么做的生意？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一根黄金权杖，是一个包裹在木权杖上的金箔，厚度0.2毫米，权杖上有鱼、鸟和人脸的图案。这可能是古蜀国君王鱼符的标志。李白在他的名篇《蜀道难》开篇就讲蚕丛及鱼符。开国何茫然，蚕丛和鱼符分别是古蜀国的2位开国之君。史书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三星堆曾出土一件纵目面具，二者正好可以对上。说回这根黄金权杖，我们都知道，在华夏文明中原王朝，鼎才是王权的标志，从来没有一任皇帝是拿着权杖的，这反倒是苏美尔文明的特征。如果比较一下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会发现位于2个文明中间的三星堆文明就像是这2大文明古国的桥梁，它身上既有部分中华文明的特征，也融合了一些苏美尔文明的东西。比如苏美尔出土浮雕壁画，左侧为人手蛇身神，手托星辰，形状又似八卦。而在三星堆也发现许多人手蛇身的雕像，而我们的伏羲和女娲也是人手蛇身的神灵。因此有学者发现，中原神话与苏美尔神话极其相似。上古伏羲在苏美尔神话中对应的恩基，就是人手蛇身开创八卦之神。还有苏美尔出土雕像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面容都非常酷似，均为宽口、大眼、大耳。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人，意思是黑头发的人。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并且有发达的文明。苏美尔人不仅了解地质学，知道如何获得矿石和其他方面的工艺，还掌握象形文字、数学、天文、历法、医学、艺术、占卜等复杂科学。其中，苏美尔文明最著名的文物之一是10多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苏美尔王表，还惊人地记述了一次史前大洪水。这与圣经中的大洪水、山海经中的共工撞断不周山导致的大洪水相吻合。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是4400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时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到4300年前。从东亚的华夏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再到欧洲，3个不同地区的文明在同一时间记录了同一件事。这不仅再次夯实了《山海经》的真实性，也侧面印证了大洪水的传说。在3个文明共同记载的大洪水中，整个世界都被连日的洪水倾覆，只有几枚文明的火种得以保留下来，等到洪水退去的时候再重新启动。就像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到的多次经历末日却多次重启的三体文明一样，思维惯性让我们很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就是从低到高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却忽略了文明也可能在中间有过倒退，有过毁灭的可能性。在世界各地陆陆续续被发现的遗迹都在告诉人类，这个地球上曾经就有远超现代文明的高度文明。我们所说的史前文明，或许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原始和落后。